裴都尉未免太看得起我了。郎君眼下正在宫中陪萧娘子还有长公主，怎么会为了我特意赶来呢？实不相瞒，在他的眼中啊，我不过是一个为他赚钱的卑贱妾室，死后家产皆归夫家。他能为我哭上一日，便是情深意重了。你呀，赌错了人，只怕郎君明日在府中酒醒后都不曾发现我没有回到府中。你说你给我倒上酒，还把我这手绑着，我怎么喝呀？与其陪我哭等到明日，不如你先帮我解了绑，我陪你一起赏月吃酒，如何？看来是我赌对了。若蒋长阳死在你面前，不知何店主会哭几日呀？别动！放下刀，让你的人出去。快！随之，这般宠爱自己的小夫人，当明白被人夺去所爱，心中会有多痛。我与雪溪不过兄妹之情，他对你避而不见，不过是上次之事气还未消。裴都尉完成不了大王的嘱托，便将气撒在我身上，不妥吧？说得好听，上元之日还不是同他出双入对？一边携美同游，一边又舍不下自己的爱妾。虽知风流多情不是非雪溪不可，但我却不同了。你这般行事，有没有我，雪溪都不会嫁你。他为了萧家，为了保全大王的颜面，未将此事闹大，都尉何不见好就收？就算成不了这门亲事，往后为大王效力的机会还有很多。可若惹恼了萧家，惹恼了我，都尉就不怕惊动圣人吗？随之啊，我也并非是要与你为敌，只是，哎呀，对雪溪无计可施了。你若真想为宁王分忧，就当是助我一臂之力，多劝劝雪溪才是。啊，雪溪看似柔弱，心性却甚是坚毅。他认定了的事极难回头，我左右不了他如何择婿。罢了。多谢随之提点，今日是我糊涂了。人，你带走吧。
我与雪溪间才真的没了障碍。老队姐姐，打开密室！像你这样恶名昭著的人，也有人愿意替你去死，可笑至极。把密室打开，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你。我是宁王的人，你敢杀我？来呀，来呀！想尝呀！这是御赐的宝剑，你说我敢不敢？打开！不疼，不疼。不疼。解药何在？他这样，就算是有解药，芷婉也活不了了。他若死了，你就来陪葬。解药，快，去拿解药。是。想张扬，你请得起高手护你性命又如何？你以为那些名门贵女敢驾驭你吗？也只有这种卑贱的商女，才愿陪你一起下地狱。我此刻不杀你，只是因为他的安危比你重要。若你再敢动我的人，我必取你性命。装的有情有义，你比我好到哪去？天下谁人不知你蒋长阳恶贯满盈，仇家遍地？你这种人，注定可妻可有，众叛亲离，孤老一生。闭嘴！怎么样？此毒口会留下病根，他何时才能醒来？按照副圣手的嘱托，连续施针3日，便可彻底清除体内余毒，于身体无碍。眼下1个时辰后应该也会醒了，可差人去备些软糯的粥食。川渝，都是我处事不当，才将牡丹拖累至此。裴忠是冲我来的，是我害了他。既然保护不了他，为何不放他离开？
都是因为跟着你，姐姐才遇到这么多危险。行了，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要怪罪他。你因为你自己的红颜知己，而让姐姐身受险境。姐姐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受这无妄之祸？六郎，牡丹现在已经没事了，你冷静一点。这次是没事了，那下次呢？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姐姐了，不想连她也失去。你这种人，注定可妻可咬，众叛亲离，孤老一生。牡丹，你醒了。大夫，姐姐，六郎，小心。蒋长阳呢？她死了。你说什么？咦，别听他瞎说，他没事儿，好着呢。那为何他不在此处？姐姐就这么在乎他吗？只有我跟大福在这守着，让姐姐很失望吗？你明知，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今日情况危急，我不见到他，心里总归是不安心。她有姐姐跟侍卫护着，能有什么危险？行了，六郎，蒋军他真没事儿，他回去了。方才他还让川渝送来吃食，还送了阿胶羹呢。姐姐，你遇到危险那刻，就当真不怕死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若你有事儿，我、大福、小春，还有方圆花满柱的所有人，都该怎么办？那一刻我来不及想那么多，我只知道不能让他有一丝的危险。姐姐，你对蒋长阳一心一意，那他呢？他值得你如此付出吗？六郎，我知晓你一直对他偏见颇深，但你可知，无论是在洛阳、军营，还是长安，他一次次将我从黑暗之中拉了出来。我不知道他是否问过自己，这样对我值不值？我只知道，能为知己者死，魂魄不愧矣。贾长阳，夜深路重，当卧床养病，好好休息。我这不是过来探探虚实吗？万一六郎把你打坏了，我可赔不起，要连夜搬家了。好好的上元节，连累你，差点看不到这轮明月。你不用自责，之前你帮了我那么多，这次就当我还你人情了。我帮你，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。你呢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
我们的婚事本是伪装，做给外人看的，并非两情相悦，更不必摆出生死相随的姿态。从今往后，莫再为我设限了。我来找你，你就跟我说这些？贾长阳，你怎么了？我只是为今日之事感到后怕。牡丹，我很庆幸能交到你这个知己。那日在宁王面前，你帮我掩饰密室所在，我已十分感激。但今日，你为了救我，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。这对我来说，负担深重。负担？你是何为坊，是花商之首，是花满柱的大店主。你不依附他人，用自己的双手打拼出一片芬芳天地。你本该活得肆意洒脱，不为了任何事委曲求全，更不该为了任何人将自己置于险境。是啊，肆意洒脱才是我该有的样子。你说的没错，你的话我听进去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两不相欠，知己。你狂人为意，云深不知际。若浮生一许，风起涟漪。尘世多崎岖，何惧生来别离？一念不相弃，无悔亦不曾疑。芳华已未尽，心无语。只愿真朝夕，花开花与你。郎君，不用。郎君可想好了，真的要放弃表白心意吗？经了此事，我才清醒过来。万千险境我早已习惯，但我怎可要求他也习惯？我不该为了一己私心，妄图将他绑在身边。这些都撤了吧。独行长夜太久，早就不敢奢望能撑到日出。能有遥遥相望的明月已是万幸，
又何苦将这明月变为风灯呢？若是将来大业未成，便是逼迫的，与我一同熄灭。可外人都以为何娘子就是郎君的爱妾，就是真在一起了，与现在的境况也没有不同啊。此情不说破，若再遇危机，我还可以以朋友的身份说服他离开。倘若他知道了我的心意，以他的性子，无论遇到何等险境，他绝不会舍我而去。我不惧死，但我害怕他因我而死。可郎君，我觉那裴忠他吩咐设宴，按老规矩处置。郎君，宁王在长安暗藏的兵力，都是裴忠在管辖。设宴顺着这条线，马上就可以把宁王所有的兵力摸清楚。此时若是杀了裴忠，宁王换人掌兵，恐再难追溯。大业尚未成功，还请郎君三思。饶他一命也可以，但牡丹的仇不可不报。君子报仇可以忍个10年，但花鸟使可以只求自己痛快。是。放开碗！张长阳，你这个鼠狗辈！张长阳，他如此肆无忌惮，不仅伤我辱我，还将此事传遍长安。如今外人皆在看我笑话，他这般的不将大王放在眼里，还请大王为我做主啊！断案论迹不论心，他没有留下把柄，光凭你一面之词，如何判断？下官亲眼所见，那带头伤我之人，便是他的侍卫。除你之外，可还有其他人证？你设计陷害他，以他的性子，捅你2刀，揍你1顿，已经是很给本王面子了。雪溪前日来过，你猜他同本王说了些什么？下官不知。你2人为他争风吃醋，可雪溪口口声声维护的都是蒋长阳，在讨女子欢心方面，你还真该多向他学学。大王，蒋长阳他乃浪大，败了就败了。如若风度犹存，或许还能扳回一城。雪溪情之所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萧家不可怠慢。是。牡丹，牡丹，怎么了？好不容易等到重庆开航，咱们南下的商船却都被拦了。为何？我去打听了一圈，码头上的人都客客气气，说话却吞吞吐吐。他们说都是上面人的吩咐。
你接听我的商船有何目的？今日我升了官，父子已去，而且今日也没什么，就是想见你了，陪我共饮一杯，看会儿落日。明日你的商船定可离港。如今我的商船并非只有这一条水路可走，还望转运时让我将货带走。店铺还很繁忙，恕不奉陪了。把这个拿去吧，定可通行无阻。我今日只想让你陪我片刻，就片刻而已。你就对我这般避之不及吗？我避着你，尚且又被放火，又被抄家。若是你再纠缠我岂不是连命都没有了？那是因为你是蒋长阳的人，他与裴忠争风吃醋，却连累你中毒遇险。你跟在那样的纨绔身边，日后不会太平的。听说断腿之人，寒凉之时最是难熬。转运时烧着2个火盆，可见是旧伤还在疼吧？莫要忘记，您是宁王的女婿。宁王英明，有容人之量。如果你能为大王所用，这全国的商道任你通行。花满驻步初3年，定可开遍大江南北。说了半天逼我现身，不过就是为了钱。你何必在这里惺惺作态呢？对外我是忍辱求全，那是为了扫清我们日后的障碍。对你，我从无违常。你不是喜欢牡丹花吗？等这花满洲开满天下，冬日，咱们便去南方相处。我可以让你的身边，永远有牡丹缓从。哎，刘畅。你真是把我给逗笑了。之前你我刀剑相向，如今你在这里给我装深情。你的种种隐忍，不过是为了自己的野心，是为了自己的私欲，这根本就不是爱。这不是爱。当我得知你要嫁给蒋长阳时，我就像是一滩烂泥一样。被囚禁在那肮脏的地牢里，那时我的心痛，远胜这断足之痛。这难道还不叫爱吗？你懂什么是爱吗？真正的爱是爱其所爱，痛其所痛。成全并非禁锢，至情至心不应该是伤人的剑，它是明月，寂寂相守，恒久不灭。你当真心悦蒋长阳？是，不可能。他蒋长阳贪赃枉法，浪荡不羁，凭什么得你倾心？我以前也不明白爱是什么，是蒋长阳让我明白了，爱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。而你，恰恰相反，你不顾现状，
再三对我纠缠，使他心生妒忌，火烧方圆。是你伤害了所有的人。刘畅，我如今已经嫁给了心悦之人，而你我之间早就毫无关系。善待先主，莫再执着了。毫无关系。你干什么？走开！别过来！你就这么厌恶？啊？给我！我伤了你。你想多了。我怎么会因为你这样的人伤了自己呢？别动！刘畅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若是日后你再敢伤害我以及我爱的人，我必定将剑指向你，你鱼死网破。怎么回来的这般晚？今日是你的生辰，怎么一个人去喝了酒？夜色甚好，不如我再陪你小酌几杯。你放下自尊，只为和心爱之人过个生辰。可天不遂人愿，对方心里就是没有你，这又是何苦呢？生辰之日又逢升迁，我便备了这玉冠，以作庆贺。子叔可要试试？不必了。你不喜欢告诉我便是，我拿走就好。你为何要当着我的面毁了它？求而不得，又锲而不舍。
们是一样的。可悲。刘畅可有伤你？蒋军如此兴师动众，若是我再晚些回来，你怕不是要提着剑去大开杀戒吧？你也不怕宁王跟县主同你翻脸？若是真去了，自然会备好说辞，不会捅到宁王那儿。也是，蒋军思虑周全。不过，你又何必为一介友人做到如此地步？这有损你花鸟使的身份吧？刘畅接手漕运，不只是你的商队，只要是没有办法为宁王谋利的，都会出行受阻。而那些畅行的船只，做的都是私运宝器、倒卖贡品的勾当。刘畅只手遮天，早引得诸多不满。我是怕你被他牵连。我不是藕断丝连之人。今日见到刘畅，该说的皆已说清，不该有的妄念皆已断绝。还请蒋军放心。那便好。我既是花满洲的店主，这店中出了任何事情，我都会去解决，也理应由我自己解决。还望蒋军能够信任我的能力，不用再为我的事情担忧。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知己。郎君，不如你告诉小夫人，3日之后便要除掉刘畅，他的商船日后便可畅通无阻。小夫人一欢喜，或许就不会对郎君这般冷淡了。是我求仁得仁，自当承受。你不必在他面前多嘴。是。郎君，咬钩了。是，陆侍郎带人上了刘畅的船。船上所有人听令，立即站成一排，等待搜查。宁王有走私之嫌，郎君便送他女婿转运副使一职。他们吃了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，可不知道这肉里有刺，会卡了喉咙。今夜过去之后，宁王的财路就彻底断了吧？妻只是财路，
师爷没告诉你他们运的什么货吗？您还不知道他吗？嘴严，他连梦话都不说。宁王野心滔天，想要握住兵权，便要备足诚之式的战用武器。你当他之前用什么丝质的兵器啊？那刘畅连铜矿和铁矿都敢运啊！他借宁王的胆，有什么不敢的？是吧？王军，这鱼肉太腥了，我吃不惯。拿去喂野猫。啊，花娘使未调，开春第一尾鱼，不慎着了风寒，明日只得告假，无法亲眼看龙颜大怒，刘畅下狱了。郎君谋划已久，今日事成，是应该歇一歇，而且免得宁王怒火冲天，烧了无辜之人。陆侍郎，这么大阵仗，所谓何事啊？刘军，本官接到检举，说有人违反漕运规章，趁夜私运进货，特来查证。不知刘军为何在此船上？陆侍郎说小了，刘某掌管漕运事宜，此船运货早已报备批准，何来违规一说？陆兄怕是要白跑一趟吧？原来是刘军特批。这么说，检举之人是造谣陷害了？正是。本官既已上船，船上有无进货，一查便知。若真是虚惊一场，必定向刘军好好赔个不是。送。是。慢着。陆侍郎可想清楚了，刘某这背后啊，是宁王府。你今日如此冒犯，可是要与宁王为敌啊！刘军，莫要为难本官，职责所在。此船若真干净，本官明日便去宁王府上负荆请罪。送。是。4更天已过，姓陆的为何突然登船？回大王，此次运货刘军安排的极其隐蔽，实在不知是何时暴露的。都让人登船了，还说极其隐蔽？这要是让他们发现了船上的东西，圣人必定会察觉咱们私设军器房之事。大王安心，刘军办事思虑周全。虽然咱们的货船被劫了，可我们的大计未必暴露。你作何解释？臣知罪。就知道说臣知罪。你倒是跟朕说说，这铜铁锻造的塑像是怎么回事？回禀陛下，家父向来信奉鬼神之说，近些年更是愈加痴迷。他被撤职之后，身体抱恙，四处求神拜佛。这才听信了大师的指点，要请99尊神仙来镇宅，方能痊愈。罪臣为表孝心，这才私下铸了这些神仙像，想献给父亲，作为寿礼。这么说来，朕还要夸你是个大孝子呢。近100尊雕像，一路声势浩大的运进库中，沿途百姓都看在眼里。如今街头巷尾传得沸沸扬扬，
朕的颜面何在？你身为转运使，滥用职权，知法犯法，谁人还敢相信官员，相信朕？陛下所言极是。据臣所知，郑尚书上任以来，联手刘畅，私运贡品，售卖大量的外邦器物，同时收取贿赂，包庇奸商，因此百姓苦不堪言。郑尚书竟然还敢贪污受贿，严查，必须严查。陛下，臣冤枉呀！陛下，本王与寿德相识多年，深知其秉性，绝不可能徇私枉法，这其中必有误会。是呀，陛下。宁王替郑尚书担保，朕自然相信。可是皇兄觉得此事该如何问责呀？刘畅，权柄甚大，却不知感恩圣宠，竟然以权谋私，理应重罚。请陛下罢免其转运使一职。皇兄，这可是你的乘龙快婿啊！国事当前，本王绝不敢顾及私情。相反，刘畅辜负了本王与县主的信任，更应重罚。好一个大义灭亲啊！宁王当真国之功孤。刘畅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臣认罪，无可辩驳。好吧，那就按宁王说的办。此外，为了让百姓安心，这漕运也得好好整治整治。陆侍郎纪大有功，转运使一职日后就交给你了，替朕好好的管，务必杜绝私运、贪腐之风。臣领旨。来，可觉得不甘心？不敢。郑尚书身居要职，不能有任何闪失，只好委屈你了。小婿明白。但你这次做得好呀！铜铁塑像虽然被查，但是你父亲信奉神佛之事，很多官员也是知晓的，所以尽孝的说辞，你还说得过去。若真是让陆侍郎查到了生矿，那才是大麻烦。哎，这件事情闹得人尽皆知，圣人觉得丢了面子，才要求彻查。不过，就是做做样子罢了。待日后他有了新的乐子，自然会忘了此事。到时候，本王有的是机会让你重返朝堂。多谢大王提携。最近做事要低调些。军器房暂时解散，各自避避风头。是。哦，对了，既然搁置在家，正好多陪陪县主，也算是一桩好事。小婿明白。
送到这儿吧，把东西抬好了。贺店主，过去在你铺中也进了不少名贵药材，如今何家落魄了，我也不想赶尽杀绝。不过，若是下个月初5你还是还不上账，就不是这2箱东西能够解决的了。是，多谢丁店主体恤。哎，你家那长女在长安混得风生水起，怎么也不知道好好孝敬你这父亲。若不是今天亲眼看你家中零落，我还以为你是故意哭穷的呢。走了。丁店主慢走。这个丁店主真是贪得无厌，那可是上好的2箱字画，白送给他了，也不说宽限些时日。那么大的亏空，下月初5如何还得上啊？马儿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，马儿？啊！哎呀，你可有受伤啊？啊！马儿，为何摔了盘子？桃酥不好吃。哎呀，不好吃就不吃嘛，阿娘再给你做新的啊。做的都不好吃，我要是避芳斋的点心。行，那一会儿阿娘着人给你买去还不行吗？买什么买？如今宅中人人皆宜做事，你倒好，你还以为自己是富家子弟呢？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？他还小，是个孩子，哪懂这些呀？还小，牡丹他这么大的时候，不经10问断字，还能帮我计算账目，从不让我费心。那你此时说这些，又是何用意啊？他何为芳再好，可有念着你半点好了？他自从去了长安，除了寄回几封家书来，可有想着回来探一次亲？他现在可是花商之首，那方圆里用着金山银山呢，可有想着回来帮衬咱们？那方圆，本就是他母亲留给他的。当年我们为了生意将园子卖了，本就对不住他。牡丹在长安，定是受了不少的苦。如今，他靠他自己的本事，做上了花商之首，我又有何颜面要求他帮忙啊？颜面，你们父女俩就知道个颜面。那颜面是能当金挺，还是当闲薄使啊？你也不看看，咱们这个家都败成什么样了？要我说啊，他何为芳但凡还有半点子孝心，就应该带着千匹绢帛，赶紧回来向我们谢罪才是。你不可理喻！阿娘，阿爷为何如此动怒？与你无关，你阿爷啊，是气你的阿姐不忠不孝呢。生气有何用？姐姐是咱何家的人，做错事家法处置便是了。她算哪门子何家人呢？她马儿说的对，马儿说的对呀。你这个姐姐啊，但凡还一日姓何，那便一日别想跟我们脱离了干系。走，阿娘带你买点心去。走。娘子，请。这是哪儿？这是咱未来的金疙瘩。姨娘，父亲他近来还好吗？都挺好。看到你在长安如此富足，姨娘也很是欣慰。你父亲在洛阳时时惦念着你，
这些糊饼是他特地叫我带来给你吃的。他为何不亲自过来？唉，牡丹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何家呀，是一年亏过一年，如今已是家徒四壁了。你父亲四处奔波，忙着还债，哪儿还脱得开身呢？怎会如此？父亲当年也是数一数二的商户，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？你又不是不知，你和刘畅成亲那年，何家为你贴补进去多少啊？后来你从刘家逃走，那众人都以为你死了。刘家不仅不再帮衬，反而还处处为难，我们哪儿斗得过关呢？那其他人也是见风使舵的，这生意还怎么做呀？牡丹，你如今这潇洒快活，可是整个何家的安危换来的呀。我明白了，我收拾一下细软，回趟洛阳，与父亲商量一下解决之法。别！你父亲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可不就是拉不下脸才让我来找你的吗？那你就算回去了，他也不会见你的。可若是我不回去，我如何帮父亲打点生意呢？说的也是啊，你们父女俩啊，姨娘知道，这心里都记挂着对方。你父亲在洛阳家里呀，天天念叨着你，说他觉得有愧于你，还说你呀，像马儿这么大的时候啊，就已经知道帮着他算钱理账，孝敬得很。如今父亲有难，哪怕他不见我，我也不会坐视不管。这样，我差人先置办一些玉器，还有丝绢，你带回去，解燃眉之急。这几日，我会联络长安的药商，想办法牵线搭桥，让父亲的生意重新做起来。好，牡丹有心孝顺，姨娘甚是欣慰。只不过，你说的这些个法子，它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何家的困境啊。姨娘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姨娘跟着你父亲这些年，生意的事情也算是略知一二，你又何必瞒着姨娘呢？长安城谁人不知，这方圆才是你身材的根本呐。不是父亲叫你来的，牡丹何出此言呢？自然是你的父亲叫我来的。我深知父亲的秉性，他对母亲用情至深，母亲生前最珍惜的便是方圆，父亲深知这一点，怎会向我讨要？姨娘瞒着父亲来到了长安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。但可惜，你从我这里得不到一分一毫，更夺不走这个方圆。来人，送客。请吧。牡丹，你误会了。牡丹，如今何家真的需要你的帮助。你看看马儿，你看看你阿弟，他还如此年幼，你忍心看着他跟着我们一起忍饥挨饿、风餐露宿的吗？不忠不孝的无礼俗妇，我才不认你这个姐姐！不许说这句。父亲有句话，确实没有说错。我8岁的时候，便跟着他跑商铺做生意，算盘拨得比账房先生都要快。若是你的儿子能做到这一点，定不会让你过上忍饥挨饿的日子。毕竟，他又忠又孝，又明事理。马儿可是你父亲唯一的子嗣，将来是要继承何氏家业的。你竟如此偏损于他，等他将来当了何氏家主，回了洛阳，你可是要向他下跪磕头的。
真是笑话！我早已自立门户，他当谁的家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面前站着的可是名满京城的花满珠店主，你让他跪？你看看他墙上挂的字，那是圣人亲手写的。我劝你说话还是客气些。你一个小小的贱婢，说谁贱婢呢？我们方圆可没有贱婢。哎，你们这儿要是再不走的话，休怪我不客气了。何为芳，你的良心莫不是被狗吃了吧？若不是你当年逃家的时候带走了我何家一盆名贵的牡丹，这才有了发家的本钱。怎么，如今风光了，想要翻脸不认人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如今这泼天的富贵，就理当有我何家的一份。我在长安白手起家，几度危难起伏，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们任何人。而如今，你想来分一杯羹了？我告诉你，这琼台玉露是母亲所种，方圆是她留给我的嫁妆。父亲有难，我自会与他商量。但是这一切跟你毫无关系。来人，送客！我不走。哎，你别碰我！你们别碰我！我不走！阿娘，何为芳，你母亲不是必死的。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你母亲当年并非染了病，而是被下了毒。走。接着说。下毒的是他的仇家，且此毒无药可解，唯有紫细丸可以试，所以当年你父亲才拼了命的去找那公药。你以为你胡诌几句，我就会信你的话吗？母亲生前待人良善，除了种花，不染俗世，哪里来的仇家？那只是你不明真相罢了。他不仅有仇家，且那人还恨他入骨。想来是他自知罪孽深重，所以才没有将此事告知你。你仔细想想，是什么样的恶疾会突然发作，且短短数月便撒手人寰？你是自小接触药材的人，可曾见过这样的怪病？如何证明你说的是真的？我知道此人是谁。给我5000匹绢帛，我便将此人的姓名告知于你。是真是假，你一探便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个吴红是洛阳人，曾在长安做贵人家仆。几年前，他回老家探过一次亲，正是何夫人生病那段时间，日子对得上。他回洛阳探亲前，一直住在长安，应当和母亲无冤无仇。他为何要害母亲？这个实在没查到。不过此人古怪得很，他回到长安后销声匿迹了一阵子，甚至换了名字，深居简出。他若心中没鬼，为何要这般？他如今人在何处，在做什么？他在城外经营着一间孤幼病坊，平日也没什么异常。周围乡邻都对他赞不绝口，说他慈善亲和，对孩童甚好。你可有他的画像？小夫人来了，外面天凉，快进来烤个火吧。不必了，我有些话想问您，麻烦您出来一下。阿康，带他们继续读传奇。好。
你本名叫吴红，是与不是？是。洛阳何家药铺的店主，你可认得？认得。是你下毒杀了我母亲，对吗？是我。为什么？那一年，死的何止你母亲一人。那年，我得知家里遭了水患，便匆匆地赶回了洛阳，心里灾后大疑。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爹娘、妻儿都死在了我的面前。你可曾体会亲人尽丧的绝望？可这些跟我母亲有何干系？水灾死的是我们贫寒人家，病灾死的还是我们贫寒人家。那些官吏、富商全都躲在宅子里避疾，他们得了病也不怕没钱买药，而我们呢？我们这样的人只能等死，我怎能不恨？你可知，最后死在我怀中的是我那尚未及笄的孩儿。他瞪大了眼睛，死不瞑目。我当时满心的仇恨，只想找个人给我的亲眷陪葬。可高门大户岂是我随便能够进入得了的？我到处游荡，终于寻找到了机会，进入到了一所宅子。你的母亲，她认出我不是平日给他们送菜的农户，我便跟她说，我的家人都已经死了，无钱下葬，我才找了这活。她便给了我2吊钱。我不需要她的施舍，我也不需要她跟我装什么善人，我只想让她给我的家人陪葬。你举家沮丧，就让我的母亲为你的家人陪葬。我母亲从未害过一个人。可你一家和和美美，我却家破人亡，这又是凭什么？要怨，只能怨你母亲的倒霉。是我母亲怜你不幸，才给你害了她的机会。是你是非不分，如今还没有愧疚之心。你既然已经找到我，那也是我的命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吴丹，随之。斯人已逝，你杀了吴伯又有何用？你知道为什么瞒我？为什么瞒我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就算你杀了他，你的母亲也不会回来。江朝阳，你我俱是丧母之人，我曾经以为你是懂我的。让开！
我让你让开！随之。疯了！你疯了吗，江长阳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。吴伯亦是可怜之人，吴丹，放下吧。可怜之人？难道我母亲就不是可怜之人了吗？我母亲病重时，叮嘱我善待院中下人，特别是吴伯。这些年，吴伯清苦度日，尽心照顾院中孩童，他一直在赎罪。赎罪就能让我母亲活过来吗？赎罪就可以改变他是杀人凶手的事实吗？我母亲一生为善，亲手做了那么多的药包，发给看不起病的灾民。现如今杀我母亲的凶手就在这里，你却说让我放下，放不下，我放不下。这些年，吴伯看着我长大，陪着我送走了母亲。如今他也如我亲人一般。我不能让你伤他。小夫人，吴伯，不必多言。江长阳，如今我才知道，你是一个不辨忠奸、不明事理之人。之前是我看错你了。你狂人为忆，云
郎君，小夫人已经搬离江府了。阿娘，眼下药铺肯定缺人手，我想去帮忙。水患过后，城中染病者众多，你阿耶让咱们近日都不要出门。可是现在病患如此之多，肯定需要人照看，而我呢，却高枕无忧地躲在家中，我心中实在是不安。如今外面病患多，药材少，你若染了病，多占一副药，那其他病人便少了一副。况且，咱们至此药包，亦是为染病的百姓尽一份力。阿娘说的对。不过阿娘，这次疫病这么凶猛吗？平时只需要用寻常的牡丹入药即可，这次竟然用冰晶牡丹，院中的花都快被采光了。此花的根皮能清热凉血、散诸痛，配以知母、黄柏、生地入药，可解肺脏潮热，正是此疫最需要的药材。咱们种的冰晶牡丹，万里难寻，最是名贵。在这灾祸之时，一株便价值1000金。阿娘，您将这么贵重的药材分给看不起病的灾民，阿娘真好。将9天上的祥云印在药包上，亦有祈福之意。但愿服此药者，都能身体康健，平安度过此劫。一定会的。